夫人，尊哥啊，今日看上去气色好极了，不过得劳烦夫人多等会儿了，太夫人出去了。我想要吃糖糕。春哥，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呢，还不能吃，吃了会肚子痛的。我想要吃糖糕，我就要吃。尊哥难得想吃点东西，夫人您就准了吧。要是尊哥觉得吃了好，病情好得快了些呢？乔姨娘最好了。什么事啊？我在外面就听见了，你们到底怎么了？太夫人，侯爷，尊哥想吃块糖糕，但是夫人偏偏不让。夫人未免也太小心了些，我倒觉得没事儿。哎呀，这又是何必呢？尊哥病刚好，有一些胃口想吃东西，都怎么了？为人父母的，对自己的孩子都这么严苛。这段时日，夫人照顾尊哥也真是辛苦了，估计怕万一尊哥吃坏了肚子，病情加重了吧。要是觉得辛苦，就直说，这府里啊不缺人。母亲，尊哥呀，尊哥此时脾胃虚弱，这糖糕虽然美味，却黏腻不好消化，容易恶心积食，反而吃不下饭了。既是如此，你干嘛不早说呀？尊哥，你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去吧。你现在是想要吃这个糖糕，然后肚子疼，还是放下糖糕，跟母亲出去玩？是我自己选吗？嗯。你母亲说的对，你自己选吧。春哥，你既然觉得糖糕好吃，那你怎么不拿一块给父亲尝尝呢？你最喜欢的玩具是父亲特意去找来送给你的。父亲，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父亲吃肚子就不会痛了吗？等你长大了，和父亲一样，身体好了，吃糖糕便不会痛了。九莲花我很喜欢，谢谢父亲。母亲，您慢点儿。哎呀，这个十一娘还真是的，伶牙俐齿的，比我主意还多。母亲，您消消气，十一娘也是为了尊哥着想。我看母亲是心疼莲房吧？您对莲房的偏爱，连下人们都看得明白。十一娘自为正室，非但没有怨言，还任劳任怨，可见她心地善良，顾全大局。哼，她能有什么怨言啊？莲房委屈为妾，明眼人都知道，那是元娘的安排。哎呀，她如今嫁入徐家，成为正室，这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。倒是莲房为我为侯爷，那是尽心尽力，
毫无半点私心，他值得我另眼相看呐。母亲，您喝口茶。不准抓痒啊！在他痊愈之前，不要让他抓到痒处。好。哎呀，小真哥呀，可怜的小真哥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说他……太夫人，亲家母，不是说已经好些了吗？怎么又发病了？哎，母亲，太医刚刚诊治过，真哥会没事的，您放心吧。暂时缓过来了。这之前不是说无大碍了吗？怎么又发病了呢？此次症状反复，必是再一次感染了外邪之物。此后看护啊，一定要小心谨慎。多谢刘太医，我们会小心照料。烦请刘太医今儿晚上就在府上住下吧。自当如此。我苦命的真哥，外祖母来看你来了。十一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真哥不是一直是你在照顾着吗？那怎么会？亲家母，据我所知，这外邪之物如无根之木、无源之水，这平日里这里进出的人又多，也是防不胜防。即便是这样，你也不该疏忽大意。之后，切记细细盘查，不可再有任何疏漏。是，母亲。你大姐去世前，你答应过她什么？你忘了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自进门起，便对尊哥漠不关心，不闻不问。尊哥如今病成这样，你难逃责任。大太太，夫人她自作主张去了别院，乔莲房是个心术不正的，她怎么可能对尊哥好呢？尊哥去了乔莲房那儿，就等于是羊入虎口。可怜我尊哥，小小的年纪就要吃这般苦头。陶妈妈，你这么说话对夫人可就太不公平了。夫人每天尽心尽力照顾尊哥，废寝忘食，衣不解带的，这些难道你都看不见吗？主人说话，哪有你插嘴的资格？徐妈妈在，掌嘴。是。徐妈妈在，掌嘴。是。这是徐家，不是罗家。你翅膀硬了是吧？别忘了，是谁把你这个庶女抬到这个位置的？母亲和陶妈妈说的对，若我能多关心尊哥一些，他的病情也不会严重到这个地步。母亲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定当尽心照顾尊哥，保护尊哥，不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。不管你这番话是真心还是敷衍我，有一件事儿你必须牢记于心：罗家才是你的根基。母亲，我送您，照顾好尊哥。琥珀，夫人，怎么样？我已经彻查了尊哥的起居之所，可是并未发现有何外邪之物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安排人手去外院搜查，一定会找到病源所在。尊哥平日接触的东西也就那些，之前都还好好的，如今突然患病，治病的外邪之物却查不到。
哥，来，婆婆先去忙吧。是。母亲，我听说尊哥又发病了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有你父亲和祖母在，他不会有事的。要不要进去看看？我回去了。玉哥，侯爷，他怎么样了？他吃完药就一直睡着。钟哥，钟哥乖，钟哥乖，娘亲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娘亲，钟哥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娘亲在呢，不哭不哭，娘亲给你唱歌好不好啊？我让人叫刘太医来。没关系，侯爷不着急。刘太医说了，钟哥夜晚就会这样，是正常的。钟哥乖啊，娘亲给你唱歌。一只鸡，二会飞，3个铜板买来的，四川带来的。一只鸡，二会飞，3个铜板买来的，四川带来的，五颜六色的，七高八低的，九里经过的，实在没有的。侯爷，我不小心睡着了。你连日照顾春哥，不得休息，辛苦了。不辛苦。侯爷今日不上朝？我昨日便已告假。钟哥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怎么出这么多汗？怎么会突然这样？来人！侯爷，快请太医。是侯爷。宗清，倒点水来。没事没事。钟哥，没事的啊，没事的没事的。有没有舒服一点？字。什么？字。字。
钟哥是不是想说昨天练的字，想要给父亲看看？父亲听到了，他说他很开心。一只鸡，二会飞，三个铜板买来的，四川带来的，五颜六色的，七高八低的。侯爷，太医来了。怎么样啊，太医？啊，侯爷夫人，钟哥病情加重，老朽必须立刻给他扎针医治，还请二位到外面等候。那有劳太医了。侯爷放心，钟哥福缘深厚，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钟哥这个字写得真好看，看来他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。等他醒了，侯爷可得好好夸夸他。我平日对钟哥确实严厉了些。钟哥都明白的，他从未怪过您。我们也都明白，因为钟哥是徐家嫡长子，他是要担重任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侯爷对他才会格外严厉。但我却忘了，他是失去母亲的孩子。那等钟哥病好了，侯爷好好补偿他呀。太夫人来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沈姨娘，之前辛苦你了，在钟哥病。
侯爷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慈安寺那边，放心吧，姨娘，保证万无一失，没人查到我们头上。哎，回来啦！听说尊哥生病了啊？这严不严重啊？听闻把太医院的刘太医给请了过去。这尊哥要是病了，十一娘在徐府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我去看看吧。你在找什么？我这空着手去啊，真是读书人。咱们家的现银呢？怎么回事啊？严志晓要去外地赴任，我请他去春熙楼喝了顿酒。怎么又是春熙楼？这个月都去几回了？咱们家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娘子，我知道，但志晓绝非等闲之人，他日飞黄腾达，必帮助于我。我与他搞好关系，也是为了日后做打算嘛。这些钱，咱们不能省的。娘子，你别气坏了身子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好不好？这处处都该花，可你也得想想咱们家的日子吧。你我又没有别的进项，若是不再节省些，你说这日子怎么过？娘子，你说的这些我都考虑过了。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设法开源，而非节流。我发现京中缺少干果铺子，正好西大街那边空出一家铺面来，不如咱们把它盘下来。说的轻巧，开店要本钱的，本钱哪里来啊？你这不是要去徐家看尊哥吗？你趁机跟十一娘提一提，表示咱们愿意跟他合伙做生意。只要有了徐家的帮助，一定水到渠成。也是，那我就更不能空着手去了，这多没面儿啊！哎，我的嫁妆里还有些燕窝，要不先用这个吧？娘子，辛苦你了。知道就好，得好好读书啊！将来考取了功名，咱们所做的这一切也就值得了。是，我一定早日金榜题名，到时候把娘子像菩萨似的供起来，再不让你操心了。如侯爷所说，魏国公碍于祖制，一时难以劝服。那我们当下该如何应对？不急，如今靖远侯势大，海禁之策又根深蒂固，若我们急于求成，只怕会给人可乘之机。侯爷言之有理。平日靖远侯一党贪墨之事也没少做，我们只需要耐着性子寻找他们的破绽，然后再削弱其势力，假以时日，必能连根拔起。
欧家直到现今未立世子，欧厉行不比靖远侯老谋深算，他又急着讨靖远侯的欢心，这便是我们的机会。侯爷放心，欧厉行那边我会继续派人跟着的。母亲，母亲，玉哥，你来，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母亲放心，他们根本没有发现我溜了进来。小滑头，冬青，去把点心拿来。来，玉哥坐。哎，对了，母亲，您之前不是让我多留意尊哥吗？我现在知道尊哥平时去哪儿偷玩了。母亲问你啊，你知不知道尊哥平日都去哪里玩啊？特别是偷偷玩耍的地方。不知道。尊哥自从生病以来，都是乔姨娘在照顾，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他。玉哥，你可不可以帮母亲一个忙？母亲有何吩咐？你帮我留意一下尊哥前几日都在哪里玩耍，但是这件事是你我之间的秘密，不能让别人知道，文姨娘也不行，答应我好不好？花园，小狗。我有好几次看见尊哥独自留在花园，当时却没留心。您向我提起此事后，我便特意去花园看了看。我看见花园的角落里养着一只小狗，秀媛姐姐还专门去喂养小狗。秀媛？玉哥，母亲还有点事，你带着点心回去吃好吗？谢谢母亲。那母亲您多注意身体，玉哥先告退了。好，走吧。哎，东西给我吧。我是来见你们家夫人的，你把我带这院干什么？现在乔姨娘管家，你若是想探望夫人，得先问过乔姨娘同意才行。进去吧。走吧。我是来看望你们夫人的，我是她五姐。你们罗家还真是姐妹情深啊！夫人刚一进族，你就过来探望。禁足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这是给夫人的吗？我们代为转交就好，秀媛收下吧。侯夫人的东西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转交了？我要亲自见我十一妹妹。夫人现在不方便见外人，请回吧。我这见都没见呢，你怎么知道不方便啊？侯爷呢？我倒想找你们侯爷好好评评理，这徐家就这么待客呀？你说什么？姨娘，若是让侯爷知道了，恐怕会生气吧？这位夫人，跟我来吧。这还差